迫不及待沉睡中醒来，故事从这里揭开，感受着呼吸越变越暖，安静到澎湃，奇迹般的力量，想拥抱你的心跳，牵你双手，看世界那么缤纷，等你探索。当生命有了呼唤，期盼未来，换我迫不及待，要在你生命中陪伴。你怎么来了？我给你发微信，你也没回，也没在医院看见你，所以你入职几个月，无功也无过，跟你庆祝一下。进来吧。我去上个厕所。你怎么乱翻别人东西啊？对不起，我看病历放在那儿，我就职业习惯拿过来翻看了。再职业习惯那也是在医院，难道以后你见到所有病历都要看吗？而且病历属于隐私，你得到别人允许了吗？对不起。我不知道白晴是谁，也不知道你到底怎么了。如果这份病历上有什么疑问，你可以打电话问我。不过精神科的我就没有办法回答了。我知道你有很多事情没有告诉我，但是我想告诉你，我可以陪着你，跟你一起分担那些痛苦。如果你需要的话。精神科，产后抑郁。产后抑郁不是阶段性的，最多持续1到2年，为什么看了这么多年的精神科？他到底做了什么？他到底没做什么，让你一直抑郁下去？妈妈，你不是一直笑着的吗？为什么得了这么多年的抑郁症？我现在彻底混乱了。
么样，医生？手术很成功，孩子出来了，2900克，男孩。儿子！子宫也保住了，现在正在观腹。那孩子在哪儿呢？孩子的发育不是很好，要先去 NICU。新生儿科的医生待会儿会跟你们说的。哎，不行，我们得先看看孩子，这样我们才能安心啊。再说了，我还得给我儿子传照片呢。现在真的不可以。不是，你搞什么鬼啊？啊，这孩子是活的吗？不是，你们做手术的时候把孩子伤着了吧？你不是故意不给我们看吧？孩子现在真的很好，只不过现在只能待在保温箱里。一会儿新生儿科的医生会跟你们交代的。那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看到孩子呀？待会儿等新生儿科的医生来了，你问他们。不是，医生，董医生，不对呀，老伴儿，你赶紧给儿子打电话，让他赶紧回来。我觉得这个杜医生他是在骗咱。你想想，如果那个孩子是好好的，为什么不给咱们看？心里不舒服吧？本来这台手术应该是你参与的，最后没能参与。你一定在心里头笑话我吧？我的确很想参加这台手术，所以当初田主任让我负责这床的时候，我特别的开心。当初黄主任问田主任要来这台手术，当我知道主治医生是黄主任的时候，我只顾着开心了，忽略了你的感受。对不起。想不想详细的了解一下这台手术？给你讲讲。真的，我有好多问题都没搞明白呢。打开手术视频。咋还没来呢？哎呀，来吧，来！给他吧，轻点儿，这样。孩子今天可以在病房里了。刚出生的时候评分不是很好，养了2天，呼吸循环已经正常了。好，谢谢。哦，对，拿过来，我给你舅拍个照片啊！你舅都急了，这。好了。太可爱了。给我看看。哦。来。哎呀，老婆你这个。宝贝，你长得像谁呀？这是个小胖子儿啊，可咱俩鼻子都挺高的呀。对呀。是你舅在群里也说，这孩子谁都不像啊。哎呀。不是儿啊，啊，你小时候这嘴也长得也不是这样啊，这是咱们家孩子吗？来，我看看，这没错啊，就是你家孩子，手环上写的很清楚的。你这手环什么时候戴上的？在手术室就戴了。在手术室戴的，孩子出生我们都没见着，你说在手术室戴的，我们哪知道啊？会不会是孩子给报错了？怎么可能？绝对不可能有这种事情。你手术同意书你都能拿错，你有什么不可能的？这真的不可能，医院的管理是非常严格的，每一个环节都有人反复查看的。你要说报错孩子这种事儿，放在过去还有可能，或者是现在一些不正规的小医院，那也说不准。但是在我们盛极是绝对不可能发生这种事情的。那你这样，你仔细给我讲一讲，就是每一个环节都给我讲详细了。啊不，哎，你先说，等一等。儿啊，要不要给这个刘主任打个电话，让他也听一听？要是不相信，你们可以去做亲子鉴定，我们没时间陪你们在这瞎猜。如果连我们医院都不信，你们可以到外院去做。不是你什么态度啊？哎，做就做，这态度这。妈，不会的，我听说孩子刚生下来，没长开，都看不出来长得像谁，等长就能看出来了。哎，不是儿，我跟你说啊，那个医生他老犯错，妈是真的不放心呀。不是你们说的吗？盛极是最好的医院，最好的医院怎么能犯这样的低级错误呢？做就做一个嘛，反正也不麻烦。哎，你们明着是怀疑医生，其实是怀疑我吧？我刚怀孕的时候，妈天天盯着我，问我怀孕的时间，日子算了好几遍。妈，如果未央中间没有回来过，您怀疑我，
我无话可说。可是魏阳的调休回来了3天，我怀上了，就那么可疑吗？小叔，妈没有怀疑过你，她从来没跟我说过。我没怀疑你，不是，我真没怀疑你。不是，你俩结婚那么多年，不是一直没怀上吗？那时候你一下子怀上了，我那是高兴，我那是关心。哎呀，我这次纯粹就是担心这孩子给抱错了。哎，不是有个新闻吗？你们不是都看了吗？说有一个妈养了28年的儿子得病了，到医院去检查，人要换肝，结果一查，这儿子不是自己的，当年抱错了。那你说多冤呀，对不对？你说咱要是做了一个亲子鉴定的话，咱是不是也是踏实，咱也安心呀？你说对不对？小叔，妈妈说的这个新闻我也看见过。啊！我相信你，爸妈也都相信你。再说了，咱自己的孩子，这有什么好怕的呀？你们这是何气火来欺负我？怎么可能啊？就当是安慰他，让他安心，好吗？你好好跟您解释一下流程，告诉他这事儿根本就不可能。然后再去新生儿科找个认证，这事儿不就完了吗？现在弄得人家又要做亲子鉴定，又要联系媒体。杜迪，就这么一个简单的家属疑心病，很容易解决的，怎么让你搞得那么复杂呢？就算我解释了，他们也不会相信的。能让外院的医生来质问我，怎么会信任我呢？杨真真的事情刚过去没多久，现在又出现了医患沟通的问题，你怎么就不能让别人信任你呢？杜迪。你到底干了什么呀？他干了什么？他当然是干了什么才让家属不信任他。哎呦，稀客呀，黄主任，您消失了2天，您的电话是怎么又联系上的？这2天您是去了喜马拉雅了，还是去了海底了？对不起，田主任，我的电话在派出所里砸坏了，处理完事情之后才换了个新的。这件事以后再跟您解释，现在先处理杜弟的事。所以杜弟到底干了什么呀？杜弟在跟患者的家属交代手术方案的时候，拿错了手术同意书，把一个晚期宫颈癌患者的手术同意书交给了家属。家属看了以后吓坏了。这件事之后，就不是很信任杜弟，而且杜弟也一向强势，不会跟家属好好沟通。黄主任，我已经尽量耐心地跟家属沟通了，但是您不知道，杜弟，你能不能少犯点错？我刚让你进科研项目，你就给我惹出这么大的事儿。更糟糕的消息还在后面呢。他还能做多大的错事？你说。杨叔的亲子鉴定结果出来了，不匹配。停一下，除非你们那天手术室里还有个产妇，否则绝对不可能搞错的。我们新生儿科不背这个锅。看来现在只有一种可能了，就是男的被戴绿帽子了。说不定家属早就有察觉，才说这个孩子不像。杜弟，证据确凿，医院的流程是没有问题的。这件事情也是因为你沟通不当造成的，所以呢，你负责跟家属去交涉，告诉他，自己家里的事情自己解决好。如果把事情闹大，对他们没有任何好处。妈，不如您去食堂吃点东西，我一个人没事的。吃什么吃？我哪有心情吃啊？你说你爸这跟魏阳去跟记者谈了，这谈的咋样呢？这，哎，您在这儿唉声叹气的也没有用。您去吃点东西，顺便散散步。那行吧，那我出去走走，那顺便给你买点吃的吧。这事闹的真是。请进。你是？
抱错孩子的那个医生，我家里人都不在，你有事儿吗？我等了一上午，才等到你的家里人都出去。你有话跟我说。今天我们查了所有的监控，发现没有任何环节是有问题的。也就是说，孩子的的确确是你在手术室里生出来的那一个。领导让我直接告诉你的家属，但我觉得还是先跟你聊一聊比较好。再这么闹下去，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能不能说实话？你的意思是？不管怎么查，医院都是没有问题的。这个孩子就是你的孩子，所以你能不能跟家里人说实话？他们再这么闹下去，后果不堪设想。听你这么说，好像是为了我好，觉得我不要把出轨的事情闹得人尽皆知的，是这个意思吗？你姓杜，杜医生，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我没有出轨，孩子就是我老公的，我跟我老公结婚3年，都没有怀上。他是搞建筑的，前年被派去非洲援建。从他离开家的那一天，我公公婆婆就对我严防死守。一开始，我去哪儿都要打报告，后来，除了我上班时间，只要我聚会的饭局上有男性，甚至在我逛街的时候有男性跟我问了路，婆婆都会不高兴。她都会在跟我老公打视频电话的时候告状。后来我省得麻烦，我干脆推掉了所有同学同事的聚会，我下班就回家，所有的东西我都网购。去年我老公休假回来几天，没想到我就怀上了，我特别高兴，真的。一方面，我自己终于怀孕了，等我老公援建回来，他就是爸爸了。另一方面，我怀孕了，也可以逛街、吃饭、见见朋友了吧？你说我都怀孕了，你总不能还说我出轨了吧？我这2年过得真的特别难，但是我可以对天发誓，我没有出轨，孩子就是我老公的。如果我有一句谎话，天打雷劈。哎，你别动，你别动，小心伤口。杜医生，我求求你，你不要撒谎。我看得出来，你是一个直率的人。我求求你，你不要帮着医院撒谎。我真的没有出轨，我真的没有。在圣地医院，这个事是不可能发生的。即便是在不是数字化管理、没有手环的70、80年代，圣地对婴儿的管理也是非常严格的。这是我们当事医生杜医生。根据医院的规定，婴儿的移动都是由新生儿科的护士来进行的。作为妇产科的住院医师，他的工作只是进行了陪同和协助交接。试问一下，连婴儿都没有沾过的医生，怎么能抱错孩子？杜医生，在整个流程中，您始终没有碰过婴儿，是吗？在手术室里，我一直协助田主任进行手术。由于这次的手术比较特殊，所以手术的全部过程都由医院内部拍摄存档，你们可以去查一下。婴儿拿出来之后就交给了新生儿科，由新生儿科确定婴儿状态之后，再放进保温箱。手术结束后，由新生儿科的护士推走保温箱，我陪同一起去了 NICU。这整个过程，包括后来新生儿科再把婴儿送回来，我都从来没有碰过婴儿。那是不是新生儿科在内部管理时搞错了呢？那绝不可能。NICU 是一个什么地方？管理严格的连个苍蝇都飞不进去。那也就是说，很有可能是孕妇出轨，但是她拒绝承认，是吗？我求求你，杜医生，你不要帮着医院撒谎，我没有出轨，我没有。如果不能证明我的清白，我这辈子就完了。我不能带着冤枉和屈辱过一辈子的。我
求求你了，杜医生，我求求你了。没有证据的事情不能乱说。杜迪，你不是跟家属谈过吗？让他们认清这个事实啊。我看产妇不像是撒谎的人，她说她没有出轨。你胡说什么呢？那明明就是他在撒谎啊！田主任，这可就是个罗生门了吧？我看要么是产妇撒谎，要么是你们医院在撒谎。你看杜医生这么犹豫，恐怕是有什么内情吧？我现在不能帮你们写澄清报告，我希望你们能掌握更确凿的证据。当然，我也会继续调查的。哎，这怎么是罗生门呢？这是板上钉钉的事实，很清楚啊！你怎么回事啊，杜迪？叫你来澄清的，你来拆台呀？杜迪，不管医院怎么处理这件事情，我是不想留你了。即便你是张主任的关门弟子，妇产科绝不接受不站在医院这边的员工。田主任，这件事可能真的有隐情呢。我觉得我们还是再查查吧。杜迪出事了，医院不承认犯错，产妇不承认出轨，亲子鉴定不匹配，这点事儿就要开除，开什么玩笑？Bye. The beauty of the science of genetics is that it is also esoteric. You must be rigorous. Dive deep before you see the beauty of the truth. Seen it with my own eyes. Just because the paternity test doesn't match doesn't mean the child's not biological. The human body has so many hidden secrets, just waiting for you to discover. Bye. Do you know what time it is in the US? I am 70. Oops. I always think we are 30. I'm sorry, Lawrence, but I really need you. No. My girlfriend really needs you. Your girlfriend? I'm listening. Hi, Lawrence. Hello, everybody. I'm Lawrence. Nice to meet you. 各位领导、各位同事，Lawrence 是我的导师，是著名的基因科学家，也是圣济跟 GHU 联合项目的首席科学家。Lawrence, this is Dr. Tian, my boss in China. Hi, nice to meet you. And all these are my colleagues. Dr. Tian. Joe Yang. Wow, Lawrence, bravo. 关于最近妇产科出现的抱错婴儿的纠纷 ，Lawrence 认为有可能是基因问题引起的。这是一种非常罕见的情况。下面让 Lawrence 来介绍。Lawrence, please. We once assisted a couple to give birth to a test tube baby. However, the blood type of the baby was not compatible with either parent. They questioned us whether or not we got the sperm or egg wrong. The paternity test showed that the mother matched, but the father didn't. As you know, in this hospital, it is impossible to get that wrong. After a lot of testing, we found that the baby, although not the father's biological child, was actually a close relative. For example, a brother. But the father had no brother. 他说啥？就是说之前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孩子的基因呢不是爸爸的，是爸爸的兄弟的，但是爸爸没有兄弟。
那就是见鬼了呗，人鬼情未了。嘘，听他说。 The truth is, the father is a mosaic. Human mosaicism occurs early in the fertilization of the egg. When the inner cell mass is formed, some of the genetic material, for example, a chromosome or a gene, mutates. Then you will find that the embryo has 2 DNA systems in its body. 就是说，孩子的爸爸原来是嵌合体，自己有2套 DNA， 精子也有2种，那孩子他的基因也有2种可能性，就是一个人有2个种，人生赢家这是。 On further examination, the DNA of some of the father's semen was consistent with the baby. There are fewer than 100 cases worldwide that have been reported. And if the hospital or the mother did not lie, this is the only possibility. Thanks, Clarence. If we want to perform similar tests, we will be able to help. Of course. Great. Let me discuss with my colleagues and get back to you later. Good luck to your girlfriend. Bye. 我不建议基因检测，这个病例全球都不到100例，哪有那么巧？我看根本就是产妇撒谎，而且基因检测费时费力费钱，如果检测的结果出来不是，对我们医院的损失更大。李医生，你作为主治医师，难道不知道科学的精神可不是一句哪有这么巧就能解释的？其他人还有没有什么想法？你们这些住院医师也可以说说你们的看法。世界上不到100例的罕见情况和比比皆是的出轨撒谎之间，我觉得后者可能性更大。Come on， 科学不是用来猜的，是要论证的。还有人有想法吗？来，从瑞，你说说。我觉得这种小概率的事件，对于这件事来说不太可信。这是一次展示圣迹实力的绝佳事例。如果结果是基因嵌合体，那么媒体一定会大肆报道，圣迹妇产科的基因检测和产前诊断一定会一举成名。如果不是，孩子跟母亲的 DNA 肯定是匹配的，坐实出伪证据有什么不好？为了医院的清白，为了不让杜弟蒙受不白之冤，这事儿我决定做了。念白啊，你来负责这个事情。谢谢田主任。现在情况就是这样，需要你和杨叔做基因检测，结果出来需要半个月。我不想做，这就是你们医院的失误，你们别再找借口了。医院是不可能失误的。如果你不做，你老婆怎么办？你们表面上是在告医院，难道你的父母不是一直都在怀疑他吗？我宁可相信这就是医院的失误。那如果我结果出来不是你们说的那个叫什么嵌合，我这绿帽子不是戴定了？杨叔在你父母的监视下，为了让他们安心，已经放弃了一切正常的社交和娱乐。你不相信医院，又不相信你老婆，那我问你，如果你坚持打官司，那么诉讼拉锯的这几年，孩子怎么办？你养不养？我为什么要养别人的孩子？如果这是你孩子呢？我不相信。就因为你的不相信，你的妻子现在很痛苦。男人在妻子的痛苦面前不能不作为，否则你会害死他的。杨叔说，他绝对不会带着这种嫌疑走出医院，那样他这辈子就完了。你要是个男人，就要为了爱你的人好好做决定，在信任和爱的基础上做决定。我怕也没用。现在你是爸爸了，以后在你儿子面前，你是顶天立地的男人，还是被恨一辈子？你自己选吧。你很久没去说脱口秀了吧？说得出来，自己不想笑，也不想看见别人笑。烧退了吗？早上一次，中午一次，体温都还没降。感染这种事儿呢，难说。抗生素就算给对了，量也给够，自身免疫力也要起很大的作用。他又不吃又不喝，全靠吊水，而且他现在天天就是睡，叫也叫不醒。
谢谢你啊，努力帮我澄清，还一直照顾杨叔。我一半是为了你，一半是为了我自己。你最近都瘦了，就算心里有事儿，也不能虐待自己，健健康康的，才有能力解决问题。你那么臭屁，没有什么是解决不了的。不，我很懦弱，很多问题我都解决不了。我一直都没跟大家说真话。徒弟，我是刘振华的儿子。我留在生级妇产科，最开始只是为了气他而已。生级妇产科是我妈工作过的地方，她很多年以前是这儿的护士长，就是你看到的那个病例的名字，白青。那个反复感染，然后抑郁症的病例。我6岁的时候，我妈突然失踪了。我爸很快把我送到国外姑姑家，他们只告诉我，我妈出了意外去世了。我很恨我爸，觉得就算我妈走了，他为什么要把那么小的我一个人扔在国外？除了给钱，从来没来看过我。我最开始在那儿上小学的时候，一句英文都不会，没有朋友，家里除了姑姑都是老外。我就开始干坏事儿，打架，就希望我姑姑告诉我爸，让他把我接走，哪怕来看看我，哪怕只是说我、骂我，甚至打我都行，至少让我知道，我还是个有爸爸的孩子。能做上大主任的医生都是很忙的，而且他是不是有新的家庭了？这么多年来，他孑然一身。大家都说他对我妈情深意重，他还把我的名字改成念白。可我觉得他就是在作秀。尤其当我得知我妈是自杀，自杀。我小时候就觉得很奇怪。我妈失踪那天，她还给我洗了澡没吃，怎么突然就不要我了？我一直在查我妈离开的真相，直到我看到那个病历。我可以确定的是，她是产后抑郁症转变抑郁症的比较罕见的病例。他跟抑郁症斗争的时间长达6年。那么这6年，他身边的那个男人在做什么？在做手术，写论文、升职。他就是那个在妻子的痛苦面前毫无作为的男人。我可能是在帮你，但我也是在完成对我妈的救赎。可是我心里怎么都过不去，我该怎么办？谢谢你带我来。其实你可以叫护士给你送过去的。他们都还不确定这是我的孩子，我不敢。刘医生，你说这么小的孩子，他有记忆吗？原则上来说是没有的。他还在学会感知这个世界的过程中。
如果这是我们的孩子，我很怕他会恨我。我不能给他喂奶，不能天天抱着他。明明全家人都在身边，他却要在这个箱子里待好久好久。很快结果就出来了。等结果出来，你可以好好弥补他，他不会恨你的。作为妈妈，我什么都帮不了他，我真是没用。是你们的孩子。结果出来了。田主任让我叫你们过去，结果出来了，是嵌合基因。你丈夫的身上的确有2套 DNA， 另外1套完全吻合。这个孩子是你们的，医院没有搞错，你也没有出轨。太好了，杨叔，你清白了。全世界不到100例，我们查出了1例，证明什么呢？证明我们盛济妇产科的实力，啊！恭喜主贺。所以我决定，我们科室要重奖刘念白，啊，800块。扣死你算了。不过通过这件事情啊，我深深的感觉到，我们医生啊，不光是在医院里救治病人，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科普。所以今天医院开会，让我们各个科室里边啊，用自媒体的方式科普一下医学知识。以前我都觉得这是不务正业的事儿，现在觉得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科室呢，也要弄一些什么视频号啊、微博号什么的。就像今天这种这么长脸的事情，就应该大肆的宣传，扩大我们妇产科的影响力。黄主任，这事您办吧。哎呀，我们还是让年轻医生来试水吧。哎，聪瑞的亲和力强，让他来试试。行，您说了算。这个事情不是杜弟坚持相信产妇没有说谎，怎么表彰表扬了一圈，没他什么事儿？是这样啊，今天这晨会呢就到这儿了，散会。哎呀，这都说这孩子越长越开呀，真是果然啊！大宝贝儿，知不知道刚生出来的时候满脸褶子，丑的我呀都快背个气去了。后来呢，真是越长越好看呀。杜医生，对不起啊，是我们太狭隘了，冤枉您了啊！哎，刘医生，谢谢你啊，把这事情给查清楚了。老婆子，啊，赶快道歉啊！哎，那个。其实这个事儿吧，他也不能怪我们，对吧？那谁想到全世界不到100个人发生的事儿，就摊到我们家了。别那么多借口，道歉。那杜医生，对不起啊。我没事，被患者和家属质疑也不是1次2次了。但是，你们最应该道歉的人是孩子的妈妈。对不起，不是让你道歉。对不起，我在道歉。我回奶了，我没有奶给宝宝吃了，我太没用了。老婆，你别给自己这么大压力啊！咱不是买了奶粉了吗？咱就让孩子吃奶粉。我知道这些天让你受委屈了，我对不起你。对不起，咱不难受了啊！你都从哪弄的这些东西啊？网上一搜直播设备都有卖的，而且黄主任还申请了一些经费，直接就给报销了。哎，你说我们背景是放这个骨骼模型，还是放那个子宫标本啊？我觉得这2样普通观众都接受不了。我们是医学科普直播，总得放一点有关医院的东西吧？要不放一个输液的架子？不好。我知道了，放 B 超的片子，既有医学氛围，观众还不觉得可怕。我试试。
不错。那我们准备开始了。这是什么东西啊？这是我的演讲稿，今天要讲的东西。我今天要讲的内容就是宫外孕不可小觑。会不会有一点像研读报告？我要直播1个小时呢，我要不写下来，那我讲2句话就没话说了。也是。那开始了。今天我们要讲的内容是宫外孕的危险性。没有自我介绍。大家好，我是吴聪瑞，是盛济医院的住院医师。今天我为大家要讲述的就是宫外孕的危险性。宫外孕顾名思义就是胚胎不在子宫里。欢迎我第1个粉丝飞翔的菲菲。聪瑞加油，我是李飞。宫外孕是妇科常见的急妇症，是妊娠早期孕妇死亡的主要原因。当您出现停经后阴道不规则出血、腹痛的症状，怎么直播突然中断了？怎么回事啊？我问问客服。是不是网不好？不是。喂。我的天啊！你这专业词汇、阴道啥的，你就直接说，这些都是敏感词，你不知道啊？那我是在做妇产科的医学科普，怎么就敏感了？那你也不能直接照着报告去念，你要去讲故事。有一些敏感词呢，要用一些柔和的词汇去代替。就算是科普，那看直播的也有些小孩啊，谁家的家长愿让自己的小孩去看这些？你这样是涨不了粉丝的。你怎么不早跟我说呀？那你也没问我啊。好吧，以后你给我多提点建议啊。